刘志玲，你的特助。现在星辰需要一个懂管理的人才，刘志玲是常青藤院校毕业海归，懂得管理的知识，经验丰富，又对东洋集团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我认为他做星辰的职业经理人再合适不过。快5点了。我知道星辰在京西借到了打印机，我们暂且不说打印出来的产品到底能不能合格。据我所知，京西好像天气不是很好，京西到新港的航班延误，现在产品是不是还没有送到星辰公司啊？你现在签，主动签，总比到时候爷爷逼着你签你要从容一些。你不会输不起吧？还没到5点呢，姐，是不是太着急了？韩总，苑总，我来汇报工作。星辰的椎间融合器刚刚通过东医内部质检，这是报告。样品明天就可以拿去检测所检测了。现在只能依靠我们的打印机了。我们打印机这样，明显指望不上。刮刀修好了，打印机重新开始打印了。真的？那这次不会打到一半又停了吧？肯定没问题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昨晚我请教了苏总，按照他教我的步骤修理了刮刀，没想到真的搞定了。太好了，苏总远程指导，太棒了。可即使现在修好了，等打印完，也来不及送东医内测了。不错，姐，你觉得呢？季总运气这么好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让你找到解决方案了。也不是单纯的运气好，我们的确做了2手准备，并且利用这次紧急情况的处理，升级了软件里的数据读取，还有运算时间，提升了整体的打印速度，不然也来不及送检。看来混乱的公司管理对你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吧？袁总，公司的制度我会尽快完善。通过这次的事情，团队也磨合得越来越好了。等拿到质检合格报告，我们立马进行临床试验。临床合作机构我们也已经开始在梳理名单了。你怎么这么有信心，类似的情况下次不会发生呢？毕竟运气可以保你一时。唐松，老板，把批款申报表拿来。好的。上次第2笔款我只预付了你一半，还差400万。韩婷，现在董事们对你有质疑那是小事，我建议你签字之前想想你自己立的军令状。让财务今天下班前必须把款批了。好的。韩总，您放心，您投资了星辰，我一定会努力，不让你失望。姐，集团应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，我就不送了。下面我宣布，本次高峰论坛正式开始。首先，让我们有请开场嘉宾东洋医疗总裁韩婷先生上台，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。有请。隔3差5就会有各种会议、各种论坛，每个圈子都是如此。做事的不多，讲话的不少。我是做的不少，当然，
话也不少。行业前景一直是从业者们最关注的问题。我虽然不能预知未来，但我想和各位浅聊一下关于医学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。纵观整个医疗发展历史，人们从一开始依赖植物药、宗教治病的古代传统医学，到发展成体系且与科技紧密相关的近现代医学，再步入到系统医学与智慧医疗的时代。时代的趋势一直在不断改变，而人们和市场的需求也在随之改变。什么样的土壤决定开什么样的花，宏观环境是产业发展的基础，是企业成长的土壤，其中包括了一系列可影响产业发展的外部要素。我们可以从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。是金子，总会发光。你记性可能是金子，但你别忘了，这座城市里遍地都是金子。我相信，未来的医疗行业会迎来井喷式的发展。面对奔涌而来的浪潮，我们企业所要做的，不是引领趋势，而是顺应趋势。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勤学共勉，为国家、为事业发展贡献企业家应尽的力量。谢谢。好的，感谢韩总精彩的演讲。我相信呢，大家刚刚听了韩总的分享，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韩总。那么接下来有10分钟的提问时间，也请在座的各位来宾踊跃的举手报名。韩总，我们一起移步至我们的舞台中央。看来现场想要请教韩总的来宾不少，韩总您自己选吧。这位蓝色衣服的女士，韩总你好，我想请问东医在智慧医疗有什么具体的布局和规划呢？好的，各位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还剩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问了。最后一排，短头发的女士。谢谢。韩总刚刚说，企业不是要引领趋势，而是要顺应趋势，可是听起来似乎否定了企业自身的主观能动性。难道不是引领市场的企业才更具备竞争力吗？对，励志书上的确都这么写的。但跟时代比起来，个人的力量太过于渺小，与其说是引领，倒不如说是比别人更快一步，发现时代的机遇，顺应时代的改变。如果太过超前，自己还要保证可以坚持到属于自己时代的到来，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，才会离成功更进一步。东阳做的是要落到实地分析数据，寻找需求，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之中摸索时代的脉搏。但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，不要一上来就想着征服世界，先学习利用风向和洋流开辟航线，从小开始，做专做精，这是第一步。不知道这个回答能否解决你提出的问题？谢谢韩总，我听明白了。等一下，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位女士是星辰科技的总经理季星。星辰科技是东医投资的一个主营 3D 医疗打印器械的初创公司。3类器械门槛很高，对比于1、2类要难得多。希望
季总能够带领星辰科技填补时代的空缺，激流勇进。星辰一定不辜负韩总的期望。现在我们的椎间融合器已经研发完成，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。希望可以在这次的展销会上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机构，我们尽快推出产品，满足时代和市场的需求。